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王白目标商。各位赚钱的时候多赚一点，亏钱的时候少亏一点。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啊。然后比特币我昨天是有说，我认为它会到我0.618的位置，然后确实是到了我0.618位置，我感觉还是比较精准的。然后这是昨天画的线啊，我现在把它删掉啊。斐波那契这个通道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之厉害啊，非常玄学啊。然后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去学习一下自然交易理论啊。然后从这个4小时来看的话，这4小时还有3个钟左右才收线啊，所以目前的话是看到这个4小时，多头在放量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点阻碍啊，然后再切换1小时时间周期来看一下，1小时时间周期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最后这一根空头释放完毕之后，就显得非常疲软，就是空头它有在缩量啊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多头呢，在这附近也并没有呈现放量啊。然后再切换一下15分钟，15分钟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一根空头的柱子燃尽了之后呢，下方的量能就非常的萎靡啊。然后目前多头没有看到非常明显反击的力气啊。然后我就认为可以观察一下这个4小时啊，如果最后实体收柱是红色的，而且还算是有实体量柱的空头量能的话，我会认为价格可能会围着我0.618震荡一段时间，因为多头没有力气，空头力气也很薄弱啊。如果多头能持续保持这一根这种量级的量能，可能就会反弹上去啊。但是目前的话，并没有看到多头有如此强劲的反弹趋势啊，所以我会更倾向于它在我这附近震荡啊。因为空头它这一波下来了之后呢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。然后0.618在斐波那契通道是属于一个强吸引位啊，所以价格很有可能会围绕着这个区间在附近拉扯啊。然后以太坊我昨天也是说它很有可能会来到0.618的位置啊，确实是也到了。然后我觉得以太坊这个图比大饼还要更绝一点，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，这个通道性也还是不错的。然后以太跟大饼的情况也是相似啊，就是上升途中受阻啊，也是要结合这个4小时量来看，如果多头能够持续发量，而且是这种量级的，就可能会继续反弹上去啊。如果没有这种量级，可能会在这附近震荡，或者是空头如果去持续放量的话，可能又会被拉扯到0.618的位置啊。然后今天是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啊，就是马克思他是一直有在偷偷的买入推特的股票，他现在持股比例已经到了9.2%左右了。在华尔街中，持股比率低于10%都会被定义为被动控股啊，这就意味着股东不寻求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啊。但其实马斯克他并没有啊，他已经在推特上发起了很多投票，就是他想要更改推特上的一些功能以及他自己用的不习惯的地方啊。然后这个就属于场外化的，各位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啊。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比特币期货 ETF 啊。其实比特币ETF 一直都有啊，然后我觉得其实期货 ETF 并不算非常大利好，等哪一天它能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 的后，就是一波暴涨的时候啊，期货的话其实一直都存在，不同的组织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有发行比特币的期货 ETF 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发推特啊，就是我今天早上发的，然后说我最近发现2个有趣的指标，各位可以去看一下，一个是 BTC 的钱包地址，还有一个是 BTC 的交易所转入交易所的地址啊，这2个都是负相关的，一般都是从钱包转交易所就是打算卖的，所以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指标啊。因为我前2天去见了一个做量化的朋友，他们做量化这一点他们也是会拿来参考的，然后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可能对各位有帮助，然后所以我愿意分享出来。然后其实像这种指标很多免费的软件都有，比如说 CoinGlass 它就是有这种功能啊。然后除了 CoinGlass 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壁虎还是什么的，我忘了，好像不是壁虎已经关停了，我忘了一个什么的软件，它也是有这个功能的，这些功能都是免费的，然后各位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去看这些 APP 啊。然后有时候会发现什么一个钱包地址转移到另外一个钱包地址啊，这种其实是还好的呀，只要它不转到交易所，就说明它可能不会进行抛压，所以只是大户之间的相互转账，这些是可以不用太在意的，主要是看
会不会转入到交易所啊？因为它从钱包提币到交易所，基本上很大概率是卖的，不然它放在钱包不是更好吗？因为钱包比中心化交易所还是要安全很多的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、关注、评论我频道，欢迎使用视频下方链接注册交易所，他们都是有奖励金或者是非折扣的。然后欢迎关注我推特，然后欢迎免费加入 Discord 社群和 Telegram 社群。然后祝各位晚安。